爱奇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适，在《封神》第一部中饰演姬发。分享一下生活中的兴趣爱好吧。肯定我是第一喜欢的是表演啊，因为做演员嘛。我生活中可能更喜欢运动一些，比如说篮球、打拳、冲浪啊、滑雪啊、爬山，就是都很喜欢骑马。是什么契机加入这部影片的呢？因为我在2017年的时候拍摄了一个跟篮球相关的广告，当时封神的选角团队可能他就是在全网搜集很多热爱运动的男孩嘛，然后就通过这个广告发现了我。就最开始他是在微博去找我，我就看不见私信嘛，然后他就找到了我在北京有个球队，他是中戏一些毕业生做的一个球队，然后找到了我的一个哥哥，说那个我们现在正在找于适，你让他来面试一下。我还觉得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好的事儿。他说你一定要去，说这个戏制作很大很好。我说行，那我试试吧。其实我还没有什么自信，因为我那会儿没有学过表演，我不知道能不能做演员。我主要是得知了进入训练营之后能免费上课，我说能学表演学动作，我说这太好了。后来我就参加面试了，之后封神的一系列故事发生了。首部参演的作品就是大制作，是否感觉到压力？其实在训练营那段时间压力不是特别大，就是觉得平常心面对，就算淘汰了也免费上课了，就赚了。真正压力来的时候是真正确认我演姬发的时候，第一反应真不是开心，我甚至没有打电话通知我的家人，告诉我演姬发的时候，我也是听别人说这个角色很重要，然后我压力非常大。因为虽然在训练营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训练，然后包括上课学习，毕竟还没有实战过，没有真正进入片场拍摄过，那个时候压力很大，就是怕自己演不好。那个时候是在一个训练营的什么进度的状态？已经在训练营最后阶段了，就是在最后阶段我们才知道自己到底会演什么样的角色。之前是完全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训练，我们上表演课其实排练的东西跟封神没有任何关系，当时也是一头雾水。我说这反正上课就学呗，直到后面真的是临近要拍摄前才拿到了剧本，就是知道姬发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封神演艺训练营究竟是什么样的？主要内容就是马术、体能、动作课，然后表演，除了这些还要上历史课，就先秦文化史、古代礼仪、金子六艺全都要学一遍，都挺新鲜的。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可能在专业院校毕业有很多除了表演以外很多东西你还是学不到的。我觉得苦可能就是从一个比较自由的状态突然进入训练营，因为它特别的规律嘛，每天要5点多钟起床，然后每天的课程时间都安排得非常缜密，就是每天几点上课，包括我们吃什么饭都是规定的，没有油没有盐，就是这个过程吧苦，但是自己觉得就是还能学习到很多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也没什么。男生们在一起就有没有什么交往中的趣事可以分享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还是当时我们最开始上表演课的时候，因为大家很多都不是科班出身毕业的，他们都提前也没有练过台词，来自天南海北。就比如说东北人可能请教舌不分，那老师会专门给你制定一些绕口令，就比如说山前有44棵死色柿子树，这对于东北人很难的。像西北人就前后鼻音不分，就每一次到这个汇报的时候真的很搞笑。最搞笑的一个，对不起此沙应该他自己也说过，他最开始在进训练营的时候他的普通话很不好，就他当时有一个炖我的炖冻豆腐，他就是说出来的就是动我的动，就是这种。就当时大家都没有接触过这个表演课，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包括模仿动物、无实物表演，反正那个反应都挺逗的。怎样理解姬发这个角色的呢？姬发这个角色，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热血且正直的一个少年，然后他有着英雄梦。我觉得他整个人物成长过程是有一个很巨大的改变的。他对英雄的认知，对善恶的认知，然后包括他和父子之间的关系、兄弟之间的关系，其实在第一部里都是有一个巨大的转变的。这个也是会挺影响到我的，就我在饰演姬发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本人也在成长，也是在一个男孩的一个男人的转变中。是什么一步步改变了姬发的立场？就是龙德殿这场戏，因为这个节点其实很明确啊，在前面女娲庙的时候，这个时候姬发他用了缓兵之计，但是其实最打动人的还是那个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你是谁才重要。孩子，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
你是谁？蔡中亮。其实当时在现场拍摄的时候，我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不光是因为在演姬发这个角色，而这个问题也真的问到了我。因为我觉得这种人性上的拷问，不管是3000年前还是在当今社会，都是值得人去反思的。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是谁。从这一刻，我相信姬发一定回去了之后，好好的想所有的事情。我父亲是对的还是错的？纣王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最后做了抉择，他选择了和纣王决裂，然后开始了他一步一步的计划。印象最深刻的一场动作戏是武戏，可能就我自己而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接法场，然后骑射，然后回身射箭。就是我得知姬发在这个角色的技能就是有骑射，其实我一直都在动作课的时候有偏向去训练这个骑射。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光是拍戏能完成，我也能够真正上战场去做一个宫骑兵，然后去比赛。就包括我后面也真的去参加过一些专业的比赛嘛，就是我要真正的做到。当时就是每天回到酒店训练结束，我都会把弓和箭拿着，就我在酒店休息放松然后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练任弦，几乎每天都在练射箭。跟前辈演员拍摄对手戏的感受。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毕竟作为新人演员，哪怕不和这些前辈拍戏，也是会紧张的。好在这些前辈对我们都是非常呵护的，他们也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经验。博哥在现场一直在给我们提一些小点子，让我们在演技上有一些好的提升。包括雪念老师，他是直接在演戏的时候就能用他特别传神的表情，他的演技直接就打动我。然后费老师他就是非常敬业，每天在现场默戏，然后坐在那里跟着我们一块儿，然后也会随时跟我们沟通。就我觉得遇见这些前辈老师就是非常的幸运。后续作为演员的发展方向，就是希望自己能是一个好的演员，就是好好拍戏，然后能够有不同的角色去挑战。可能现在我演了《长空之王》和《封神》，一个是古装，一个是军人，我希望能够有更多角色可以挑战。其实很希望能够演一个比较偏执的反派，就反派可能在表演上空间会更大一些，然后能够让更多人认可我。首先，《封神》这个故事是家喻户晓的国民神话，它有着仙人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有着惩恶扬善这种亘古不变的普世价值。所以，不管是放在现在还是古代，它里面的内核一定会让人产生共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观看的影片，可以全家都一块儿去走进电影院去看，因为这也是我国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